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财经随便聊，我是 Finance 商的 George， 我是 Finance 商 Chloe。这个礼拜的新闻哇不得了了，有什么不得了？因为这个礼拜我们有蛮多新闻跟大家聊，马来西亚有一个非常重磅的新闻也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我们留在最后啊，但是最重磅我们就留在最后。那在这个星期呢，其实主要你讲重磅嘛，其实有几个主要的新闻，我想跟大家去聊，其中一个就是 SpaceX 的 IPO。哇，这个我蛮期待。我们先来从第一个比较小一点的新闻来看看吧。好，那就先从我的新闻来开始吧。让我来跟大家说说现在这个全球央行2月黄金数据的这个大公开。来，拭目以待一下。把2月大家我先给一个提示哦，2月是我们的战争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所以我们先关注2月。之后出了3月的数据，我们再看一下对比。这样你要不要来猜猜2月的这个数据怎么样呢？2月的数据非常好，非常棒，因为那个新闻好像是我发给你的，应该是吧？那个新闻我发给他，然后马来西亚的数据蛮不错的，但是具体多少其实我没有去真正看那个新闻，所以可能由你来跟我们带出今天的这个新闻，好不好？好，那么呢，我们就根据这个 WGC 的这个报告说出啊，其实在2026年呢，2月全球央行它其实是处在一个净买入的一个阶段的，还是继续在买入啦，在囤黄金啦。对，就是有国家买，也有国家卖，但是扣到来是净买入，其实是大概在一个19吨的一个情况下。哦，好像挺不错的嘞，挺不错，因为其实对比1月其实只有5吨而已。1月是净买入5吨，对，净买入5吨，然后2月的话就去到了净19吨。其实去年的在这个阶段的水平，它其实是每月平均在26吨左右。但是其实你讲好吗？今年来讲好，但是对比去年的话就还行。因为去年 one of 的去推高整个黄金价，也就是央行嘛，我们之前讲过非常多次了，大家。好，那我们就来说说哪一个国家买最多？对，到底是谁在买？你要不要猜猜？要。根据我以往的分析来说，买最多的国家应该是像俄罗斯、中国、欧盟国家应该比较少，我觉得应该是这2家吧。其实都不是，2月最大的买家是波兰，它在这1个月里面它就增持了20吨，所以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推动力来的。那么呢，它的黄金储备量啊，其实也已经达到了570吨，它的整体外汇储备的比重啊，已经提高到了31%。这样子也就是讲说，他们原来在欧洲国家也是开始慢慢想要去美元化，然后有更多的黄金在外汇储备。但是还有一个很 interesting 的东西，就是他们的这个央行行长啊，他就有一个计划，就是讲他希望把这个黄金储备提升到700吨，也就是讲多还有200多吨要去走。是的，对吗？100多吨啊，130吨左右。130吨，对，哇，我的数学，哇，你这个数学假的吧？你数学好你数学 ，Oh my God！ 开什么玩笑？我小学数学都是 A+啊，中学就没有。好，那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其实他们是有想过要售出部分的这个黄金，然后筹到一个130亿美元作为一个国防的开支。可是他们也不是讲因为不看好黄金啊，只是因为要做这个国防的开支，然后等之后再买这个黄金回来。也就是讲，他们希望通过黄金涨价了过后去赚一笔钱，那笔钱就来去做他的国防用途。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国家是买入很多的？那就是中亚地区的央行，乌兹别克和哈萨克斯坦。那么呢，他们分别增持了多少？他们分别增持了8吨左右。在这个乌兹别克的央行呢，它在本月就买入了8吨的黄金嘛，然后总储备量提升到了407吨，占了它的这个总储备是88% 的。那今年以来呢，它其实总共是累积了16吨的黄金。还有那个哈萨克斯坦，它也是一样增加了8吨嘛，然后它是今年以来净买入量达到了7吨，也就是讲，它其实在1月其实是卖出的啦。是的，然后它的黄金总储备就上升到348吨，然后是2023年1月以来目前最高的水平。其实蛮多个国家，像这种中亚，也就是讲我们说像靠近在俄罗斯这些国家，他们也在增持，然后像欧盟也在增持。那亚洲有人在增持吗？马来西亚 ，OK， 我们来聊聊一下马来西亚怎么样。对，那个新闻标题，第一个就是马来西亚是吧？马来增持2吨，我没记错吧？对。是的，就2吨而已。OK 啦，因为它其实也是连续2个月都在增持这样，然后它这个月就增了2吨嘛，然后今年以来其实净累积就是买入了5吨，相对其他国家来讲的话，我会觉得不算特别高，也不算特别低，这样子就中规中矩温和。那么呢，其实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国家，就是他们那些是持续性买入的，比如我们说中国。我该猜对了啦，你还该叫我讲错？不是，因为他有在买入，但是还不是最多的嘛。OK， 它是持续性已经买入超过16个月啊，1年多他都在买着黄金，以及还有我们讲的这个捷克，他也是连续超过36个月都在增加这个黄金储备，就代表他们其实这个东西他们不是讲短暂就是看到短期的东西，他们是长期去做这个策略，做这个布局。所以其实开始很多个，像我们之前聊黄金之前开始，我们就聊到现在，就是其实很多的
国家银行都一直不断的在增持黄金这件事情。其实根据你现在这个数据这样看，其实我们会发现到，在2026年开始有放缓的迹象。看了这个数据，我突然间会在想，3月过后会怎么样？会不会更多人在卖？我也是蛮好奇，因为3月就已经开始打仗了嘛。对对对，这样2月的话呢，2月这次是有什么国家在卖吗？应该你讲的都是买的国家嘛，那什么国家在卖呢？你要不要猜一猜？我猜呀，我其实猜不到嘞，因为卖的国家我不是很熟啊，买的国家我比较熟一点。OK， 其实你刚刚有讲到其中一个国家是在买的，俄罗斯。对，他卖啊。俄罗斯开始卖啊，哇，套现。根据这个 WGC 的报告啊，他就有讲到2个国家，就是土耳其还有俄罗斯，他们其实都有在减他们的这个黄金储备量。土耳其也是之前增值很多的国家嘞。对，然后他现在就在减了，他们减了多少？土耳其是减了差不多一个8吨左右，然后俄罗斯就是减了一个6吨。那为什么他们会减呢？其实根据这个土耳其的这个案例当中，主要是财政部那边持有的国库黄金下降，并非完全是来自央行那一边的，是国库的库存下降，不是他们的外汇储备。那其实为什么他们会卖呢？是有专家分析认为啊，核心的原因是在于汇率压力和资本流动的问题。因为随着油价上涨嘛，然后作为能源进口国的这个土耳其，它就面临了很高的这个外汇支出的压力。对，所以它就只能通过变卖黄金，然后拿一点现金出来，然后来支撑一下。因为我这边看到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其实是有在一个30% 这样子的地方啊，是蛮高的。土耳其也是跟差不多像俄罗斯跟中国一样，他们是买入黄金很多的一个国家。那其实你刚刚那句话你读完了过后，你有 get 到那个精髓吗？为什么还有这个外汇压力，还需要卖黄金？因为外面的油价很高啊，它是一直拿外面的国家的油进来嘛，这样如果外面的那个汇率一直很高的话，他就要拿很多 cash 出来，这样他就不要用他的钱了，他就去变卖。好，那这边我再跟你补充多一下，因为它是能源进口国，所以他需要买的意思是讲 let's say 现在的油是用美金，他就要用他的钱换美金，所以他一直卖自己的钱，然后买美金，是不是他的钱就一直贬值？他的钱一直贬值的话，他的外汇就有压力了嘛，汇率上面。哎，等一下，他卖他的钱。对，因为你要买油跟人家嘛，我一定要换美金嘛，对不对？换美金就讲我卖土耳其的钱买美金嘛，但我卖我的钱是不是越卖越低了？我不可能我的钱越卖越高了吗？那个嘛，美元贬值了，不要卖啊，直接拿去换钱不可以吗？所谓的换钱就是买卖啊，好像你要出国，你要去换钱，是不是有 buy 有 sell？ 知道那边有差价的吗？所以你看啊，这些东西啊，我们个人买对这个差价影响不大的。可是如果说是大量的国家去买的话，let's say啊，我一直去买美元会一直给我买到涨了，因为更多人要嘛 ，demand 高过 supply 嘛。哦，所以今天啊，这个还一直进口油，代表还要出很多美元的话，他就一直要卖自己的货币，所以他一直卖自己的货币的时候，他的钱就一直在贬值，所以他就卖黄金。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什么还要卖黄金呢？这个是第一个部分的嘛，他卖了黄金，那笔钱是不是要转去一个汇率？那笔钱我买回土耳其钱，是不是我让我的钱不要这样贬值到这样多？就是他的黄金变成土耳其的钱，然后土耳其的钱再换去美国去买油。对，这样子他就可以 offset 掉他自己的那个汇率，他自己把那个 demand 拉高了嘛。所以假设他现在卖10吨也好，20吨的黄金也好，卖了这些钱就会变成土耳其钱，就像土耳其的钱的 demand 变高了。这样他不能黄金直接变美元，这样子的话就会拉高美元的汇率。也是可以，两个方式，他直接变美元，他给钱他就直接用这个给，他就不会去卖他的土耳其钱。所以他有2种做法，真正他的做法应该是他卖了直接变美元，那个美元他就不用再拿自己的土耳其钱去卖成美元这样子，这样他的钱就不会这样贬值的这样快。主要是用这样子的角度，原来是这样。所以我就看你读完了就可能你就不懂可以帮助到货币稳定性，就给大家知道说这样子的操作才能让你的货币稳定性。这个新闻还有什么要再去过多的补充的吗？ OK， 那我就来补充一下关于这个2026年的这个累积趋势是怎么样啊？其实我们从1996年以来我们的这个央行持有的这个黄金储备其实是首次超过了美国国债他们的目的差不多达成了。其实什么意思？很多央行为什么要买黄金，就是要去美元跟去美债。但是目前我看到的数据啦，美元还是在第一高位的，美元现在是占46%，然后黄金的话在第2，然后欧元的话在第3 16%。所以今天我们就了解到了各国央行的黄金趋势。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第2个新闻聊一聊吧，就是 SpaceX 嘛，对，这个新闻来 Chloe 这个新闻又有什么想跟我们大家去说一说的？这个新闻我也没有做太多 research， 我只是看到很多报章都讲SpaceX 好像要。你懂 SpaceX 是谁的公司吗？ Elon Musk。对，SpaceX 是 Elon Musk 的公司。
这样子我大概来先讲解这个新闻为什么拿出来聊，因为大家如果你们有看这过去几个礼拜，其实上个礼拜我也是 post 一个 story 我 post 上个 story 其实要调侃因为你是调侃了 Bloomberg 是吗？还是 The Edge？其实我都调侃，因为那个新闻标题每个各大 news outlet 都在用，都讲秘密上市。他们讲SpaceX 已经秘密递交它的上市计划，然后预计6月会上市。然后我就很好笑，其实这个不是我第一次看到了，我看到几次了。然后我就想，这样好笑的东西是，人家都秘密submit了，然后你们还去爆人家出来，这就是我调侃的其中一个点啊。我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标题，我都觉得很好笑。为什么很多人会去关注 SpaceX 这次的 IPO？最主要的一个看点就是因为它应该会是全球目前史上最大的 IPO， 最大 as in 市值 IPO 的时候是最大的。这样它这个市值的这个 number 在多少？这个 number 你有做功课的，好像我没有啊，我没有。有啊，刚刚你开始录之前你有跟我讲那个 number 大概在多少啊？1.75到2万亿美元之间。大家美元啊，美元就代表其实好像有超过全球那几大公司的这个估值是吗？有超过整个马来西亚了，这样。Oh my god，OK， 已经超过马来西亚的 GDP 啊。OK， 这样子它这个估值越高的话，其实是越好吗？还是越不好 ？OK， 有几个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为什么很多人关注 SpaceX 这家公司。SpaceX 它以前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呢，我不懂大家你们有没有记得这个东西是 Elon Musk 讲他要让我们人类可以移居去，那个时候讲的是火星 Mars。如果你们记得的话，因为我们都已经知道月球是不能住人了的，所以他讲火星可能可以。所以他那个时候设立这家公司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这样子的。然后过后呢，慢慢他就开始生意上面有了改变，所以他就先从，因为做火箭是一个很贵的东西。那你有看过他们发射火箭的吗？这样你知道火箭射上去了过后，它到一个地方，它会喷射，然后另外一个就飞出去了，然后另外一个是掉下来嘛，对不对？把它就是做到可以 reusable， 不是是吗？对，他做了这个的时候呢，他就有发现到成本太高了。所以你看你每次发射一次那个火箭，整个东西就浪费掉，而且是一个很贵很贵的东西。NASA 的其中一款这个火箭，你每一次发射你差不多要花4个 billion。所以它的整个 SpaceX 的方式呢，就是他们用可以去回收。所以回收什么呢？他们射上去过后掉下来那个东西，它一开始的 Falcon 9就是回收这个东西，然后现在还在极力推广回收整个东西，就是去了外太空回来还能再回收，这个叫2级回收。所以你回收在地球里面的那个叫1级回收，所以你每一次回收，然后再重新使用，再重新发射的火箭，它也成功发射了，它就可以把这个成本拉低了很多。我以后就可以一次发火箭。他那个时候他就有另外一个想法了，他讲这样子我就出了一个东西叫 Starlink， 所以他就发射很多卫星上去，对不对？所以就有了现在 SpaceX 里面最大的业务供应的地方就是来自 Starlink。就是它那个卫星，所以大家你知道现在 Starlink 已经 cover 了我们地球的差不多 80%。记得我们之前在那个我们见了 CellComDigi 的人，对不对？他们也聊起，在我们沙巴很偏远的地方 ，CellComDigi、Maxis 都进不到地方 ，Starlink 好料可以走，因为它是走卫星 satellite， 它不是走我们的 fiber， 也不是走我们的那种 normal broadband 的。然后在这次的上市呢，本来其实它本身的估值差不多1万亿罢了的。然后它这次在上市之前，其实几个月前它收购了它的另外一家 AI 公司。叫做 XAI， 就是那个 Grok 的那个模型的那个公司。我跟大家讲，那个 AI 没有什么人在用啊，听讲好像也不赚钱那个公司不赚钱，然后他就收购了。他的目的其实是这样子，他有计划了，他打算在外太空建太空的数据中心。我有去看了几个报道啦，很难实行啦这个东西，有很多科技他要去攻克。But 他是 Elon Musk， 所以大家就买了这个希望，所以大家觉得这个 SpaceX IPO 上市一定是很劲的。这样还有什么其他的看点呢？这个 SpaceX 第二个看点其实是这一次他也是极力推动，他希望他的这个公司一 IPO 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进到 Nasdaq 的指数。直接进到 Nasdaq 的指数代表什么意思啊？来，我来跟大家解释一轮。你如果说是在指数里面的话，假设 S&P 500，或者你是在 Nasdaq Composite Index， 所谓的 ETF S&P 500 ETF 也好啊 ，SPY 啊 QQQ 这些啊，他们是属于被动型的基金，他就会看到这个 index 有什么，他就去买什么。所以假设如果 SpaceX 一上市就成功进入到 indices 的话，就 index 的话，那么这些 ETF 自然而然一定要买入 SpaceX 的这个股票，而且是在公开市场买。所以当他们需要在公开市场买他的股票的时候这边还会再进一轮推动了它的估值，它的整个 market cap 市值一定会被推高了，因为你更多人买了嘛。而且这些是被动型不要讲主动型的嘛，被动型也会买。但我问你今天你是主动型的 fund manager 啦，你不会想要错过吗？我会想要去买你也会想要买嘛？所以不然你会想看
它一 IPO 一个估值直接在 index 里面，各大的基金又在买入多一轮，它的估值又会被推高多一轮。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看点。那第三个看点呢？第三个看点，我们注意到的东西就是，它这一次会筹资差不多30%。上次在美国市场的，通常他们都会融差不多5到10%，就他们会卖自己的股份5到10%，很少人会超过10%。包括了 before Elon Musk SpaceX 之前，全世界最大的 IPO 就是沙地阿拉伯的 Aramco 石油公司，那个时候他只卖1.5%吧。可是 Elon Musk 这次他要 raise 30%，也就是那估值很大了。那通过那估值，他筹更多的钱。这他为什么要卖30%呢？对他来讲有什么用？目前我们这样看啊，其实是因为他很需要钱。就是他这个 SpaceX 的公司很需要钱。对，你如果不需要钱，你不用融这样多的。根据分析师的讲法啦，他会需要到这一笔钱，主要也是因为他要去解决掉太空数据中心，所以他融的钱，他会更大力的去推广。因为现在我们讲全世界已经在看数据中心了嘛，可是大家要建在地面上面。连你的数据中心有几个问题了，很吃电、散热，这些都是个问题。所以他就想，只要我够多钱，我能研发，我能攻克这个问题，太空的数据中心就都是我的了。你看 NASA 那些全部都要跟他买哦。所以你想想看，他为什么需要到钱，就是这个原因啦。整个事件呢，其实我还有多一个东西我想要带出，它还有一个隐藏的赢家，在这个事情里面，另外一个隐藏赢家其实是 Google。为什么？其实 Google 早年就已经投资在 SpaceX 这家公司了，所以它这里面是有股份，有7.4%，当时他投入差不多9亿美元左右。所以你算啊，如果假设啦，它上在2万亿啦，2万亿的7.4%，我们讲dilute掉了，因为我不懂会dilute多少。那边我看它的是一个从9亿可能会叫几千亿美元的一个估值。作为投资者来讲啊，就是这个 SpaceX 其实听起来就是哇，好像很给你这样。这样我们其实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首先，第一 ，retail 不一定会有机会。但是你讲你适不适合去追高这件事情，其实我是不鼓励的啊。但是市场是很疯狂的，很多人看到了过后，再加上跟我刚才讲的种种原因，一上市会再推动，它一定会涨的。在这个情况之下 ，as a 投资者，如果你觉得你不想错过，可能你会想要去碰。但是如果你真的去碰的话，我会跟你讲几个重点要注意。第一，不要 all in， 你可能 allocate 一部分的钱，或者你跟着你的 portfolio management 去做就好。第二个点，不要去追高。就如果你觉得那估值已经上到一个很夸张的情况之下，不要觉得它还会再上涨，就不要去碰了。那个时候，那它现在估值其实也已经很夸张啊，不是吗？是，可是它上了过后，我们要看那个 PE 那些等等的，都会很夸张啦。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要特别去注意啊。第三个点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买入了，那么在一定的情况下，你已经赚了一定的幅度就好买。你可以partially去 take profit， 而不要 fully 继续 ride on the trend， 因为你是 on 短期去操作这家公司嘛，你不是 buy on long term 吗？那如果 buy on long term 呢？因为如果是 buy on long term 的人啊，你可能你就会去算估值了。所以当你去算估值的时候，你会自己去 justify 说现在这个价格是不是适合你买入。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事情啊。那接下来你还有什么新闻要带给大家呢？还有一个新闻，全马最重磅的财经新闻。什么新闻？这个我好像有看到，怎么？大家听着这一期的时候呢，全马最大的 Finance Festival 正在进行当中，是在 Midday 的那个 Manifest 吗？对，就是 Manifest 啊！哇，大家我跟你讲，这个新闻很重磅哦，因为根据我最新收到的消息啊，你们看的这期的时候呢，已经进行当中了的，所以你不想错过的话，你一定还有机会可以来到现场。Manifest 啊，为什么它这样重磅在马来西亚？首先，第一，它是全马最大的这个金融展。最大 as in 啊，其实你们听金融这一块东西啊，你们有听过什么很大的展会吗？然后马大飞这我们听过这些，金融的你很少会听到啊。这一次这场会是很大，差不多2万到3万人。第一个看点，第二个看点，来邀请到的 speakers， 包括我们讲国内外的 speakers 啊，国外我们请到了S&P Dow Jones Indices 的代表，我们请到了 CBOE Global Market 的代表，我们请到了海外的一些投资专家进来。包括本地的一些理财专家、投资专家也在，然后还有一些内容创作者，就是大家你们熟悉的 influencer， 包括像 Finance 郎，大家另外一个重大 Finance 郎也会在，为什么呢？因为是 Finance 郎举办的，所以 Finance 郎会在。Finance 郎会在那边给 talk 吗？会很多 talk，所以我们会有差不多超过100个讲师在那边，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磅的事情在那边，包括了像我们讲一亨啊、KJ 啊、Shahril、Dr. Ong Kian Ming、YB Steven Sim、平阳、Christy Ng、
Juice Coffee、Tea Life， 大到连 BBK 都来，你知道吗？而且我看到小红书有人在那边做 posting， 然后有人就comment讲，哇，这个的 manifest 的这个 speaker 啊，看起来好像真的是挺不错的。对，所以为什么我讲他这个新闻很重磅？为什么会去主办这个东西？其实是一直以来我们的理念就是要去推广理财投资的 awareness 跟 literacy to the market。那过往我们做东西就是通过 online 的方式去做，然后有这个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用 offline 的形式，更加让大家有 engagement， 更加让大家可以学习到的机会，我们就把它做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全马会有这个大型的金融展会的出现。重点是现场会有各大投资理财的公司，合法的都会在现场 ，Bursa 啊、格南尔啊、木木啊、Luno 啊，这些都会来到现场。今天我讲我是 Josh 我要去那里一次过，我可以认识完各大的金融机构，有银行，有投资银行，有保险公司，有 crypto 交易所，我要去那里找 manifest， 就只有在 manifest。所以你看为什么它很重磅，就是这样的原因哦。再来最后一个重磅的看点，就是 finance 上有很多个分享在那边。比如呢？你们听到这个天麦啊，就是礼拜天，我会坐下来跟 S&P Dow Jones Indices 的代表，跟 CBOE Global Market 的代表，跟 Jose 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 Quantitative Strategist， 我会在那边跟他们一起做关于市场的分析的讨论会。除此之外呢 ，Chloe 也会跟部长级人物以及这个反诈专家，我们的退休高级警官就是关赖，也会有一个关于反金融诈骗的这个分享在那边。再来，我们两个还有一个 finance 上的线下见面会在那边，就是我们会跟了 Skyworth 的 CEO 以及 Stayworth Property 的 Jin 一起来了解如何去分辨这个潜力股。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会在现场的一些活动。当然你一定要来，为什么？还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活动。还有一个重磅最后一个重磅了 ，finance 上是不是有推出 Spire Academy？ 哦，是哦，听讲到那边的话是可以看到那个 pre-launch 是吗 ？OK，Spire Academy。我们虽然还没有正式的 launching， 但是我们会在 Manifest 做2天的 pre-launch。什么叫2天的 pre-launch 啊？其实我们价格已经定了。我们的价格 VIP SS for 我们的 Spire Academy 到未来的东西，每一年是899块，这个是以后会卖的价格。在 pre-launch 这边，我们会给大家90% 的 discount。这样是不是代表我2位数就可以买到啊？对，你只需要用89.9块在现场就可以买到我们之后的 VIP SS。当然，下一年开始它的会跳回去899块，你的第一年是89.9块，这个不是最给的。为了让大家知道，Spire Academy 有什么东西，现场你也可以看说我们的 module 已经录制好了在里面。如果你当下直接买我们的 pre-launch package 的话呢，我们还会送你就是一个价值300令吉的 financial health check report。这个是由 SC 认可的一个 financial health check 的 system。除了这个还有吗？还有一个10,000块的 free 个人意外保险给大家 for 1年，然后大家还有机会赢取我们的 Lucky Draw 免费的遗嘱，价值388块。这个是另外的一个 Lucky Draw 的啦。Lucky Draw 另外的这个是 Finance 商自己给到大家的，我们帮大家争取来，然后这些都是由 SC 跟 Bank 那个认证的财务规划师来跟我们一起合作的。哇塞，真的是大阵仗啊！这个 Manifest， 所以这个新闻重不重磅？重磅，非常重磅。所以大家你们看了这期的财经随便聊，一定要去到我们的 IG， 我们会用 IG 的 Story 也好 ，IG 的 Reels 跟大家 update 现场有什么样的活动，一定要来。如果你们还没有来的话，明天或者现在立刻马上就来到 Middeck 找我们。一定要去到报名先啦！我教你一个 tips 给大家，你去我们的那个 link RSVP 先 register 了，你去到我们的 registration counter， 有一个叫做 pre-registered 的 link， 去到那边说好你的那个 code， 你就可以进了。所以这个是最快的方式。ticket 又是免费的。你们要怎样过去呢？担心驾车去很塞车，对不对？来，第一个，你只要去 MRT 的 TT 王沙那边，我们会有免费的 shuttle bus by Rapid， 每45分钟一趟，载你去 Middeck， 跟从 Middeck 载你回来 MRT TT 王沙。再不然也可以去使用 Grab 是我们的 exclusive ride partner， 所以 Grab 呢会提供大家 vouchers， 你需要打 Manifest 2026这个 code。就可以有一个 discount code， 然后我悄悄跟大家讲，关注我们的 IG Story， 因为哪一个时段我跟 Chloe 一有空，我们可能就会做一个简单的线下见面会跟大家。可以，好不好？可以，没有问题。一定要来找 Finance 商的话，就在这个地方啊，这是最重磅的新闻了。那我们这一期的新闻我们就暂时聊到这里，下一周先预告给大家一个新闻啊，下周我们会有这个美国3月通货膨胀数据。留在下一周我们跟大家去聊一聊，因为这个是战争过后的数据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战争对美国的市场的影响，我们留在下一期。好，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了订阅、按赞以及分享出去给你们的朋友，然后留言告诉我们你觉得这一期怎么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